欢迎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下午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我对总统先生2016年10月首次访华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一次破冰之旅，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6年来，双方按照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坚持妥善处理分歧，坚持携手共同发展，推动中非关系摆脱干扰，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两国确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新定位，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大建特建规划对接，合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合作，双边贸易额翻了一番。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双方守望相助，维护两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双方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为中非友好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造福了两国人民，也有力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局势发展再次证明，地区安全不能靠强化军事同盟来实现。中方愿同菲方和地区国家一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把地区安全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同维护本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杜特尔特表示，我高度珍视同习近平主席建立的友谊和良好关系。过去6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人民更加友好，关系更加强劲，合作更加富有成果。菲律宾人民真切感受到了菲中合作带来的好处。菲方愿同中方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为和平解决争端树立典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菲方也愿为东盟同中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北京时间周4深夜传出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确诊新冠，窜访台湾的计划因此推迟。对此，中方对佩洛西提出告诫，立即取消赴台计划。佩洛西作为华盛顿3号人物、民主党大佬级人物，果真成行的话，无疑将对台海局势乃至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国委员兼外长王毅指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国必将做出坚决反应，一切后果由美国承担。我对佩洛西众议长感染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慰问，希望他早日康复。他应该做的不是推迟访问，而是立即取消访问。周4，多家美国及岛内媒体报道称，佩洛西打算在周日窜访台湾，中方就此表达了明确立场，中方官员也对美方就此进行了严正交涉。那连续2天佩洛西的亚洲行都是兰亭记者会上的一个热点。伴随着佩洛西行前突然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赵立坚今天在关切美方官员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进一步点出佩洛西应该做的不是推迟，而是取消访问。那这不仅强调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也给出了美方官员纠正错误的具体方向。那当下呢，更正错误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中方的立场也十分明确。至于美方将作何选择，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佩洛西新冠阳性的消息由他的发言人德鲁哈米尔在推特上发布。哈米尔说，在本周稍早前检测结果呈阴性后，佩洛西议长刚刚收到了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结果，目前无症状。佩洛西本人已完全接种疫苗，还打了加强针。他将依照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意见进行隔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确诊的消息传出前，周2、周3连续2天，佩洛西都跟美国总统拜登有过近距离接触。相关视频和图片都显示，他跟拜登都没戴口罩，两人还曾拥抱。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在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看来，拜登不算新冠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周4，他援引美国疾控中心定义称，对密切接触的定义是指双方在6英尺距离内进行15分钟的接触。拜登与佩洛西并没有达标。普萨基当天还表示，拜登总统目前的核酸测试结果为阴性。We have incredibly stringent protocols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we keep in place to keep the president safe, to keep everybody safe. 佩洛西此前计划中的亚洲行程原本安排了日韩两地的访问。根据日本富士新闻网的独家爆料，佩洛西将于当地时间周5从华盛顿出发，原定周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随后再去韩国。但因俄乌冲突后台海局势也成为焦点，为表明对台湾所谓支持，佩洛西紧急决定取消访韩计划，转而前往台湾。
看起来是临时起意，但从台媒报道和更多迹象来看，佩洛西一行跟台当局对此次窜访早有准备。台湾联合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佩洛西抵台的当天，恰好是美单方面订立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3周年。民进党当局近来也一直在紧锣密鼓筹备迎接美国会议员访问团。台媒甚至爆出可能随访的人员，包括美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其中，米克斯去年12月就曾放言，将在今年1月率团访问亚洲时前往台湾，但这一窜访计划后因疫情等原因没能成行。巧合的是，米克斯这次也在佩洛西确诊的同一天宣布确诊，目前也在自我隔离中。虽然窜访计划因确诊而推迟，但必须指出的是，佩洛西抛出这样一个计划本身性质就极其恶劣。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众院议长是位列正副总统之后的第3号人物，在总统因故不能履职的情况下，将成为美国总统的第2顺位继承人。已经82岁的佩洛西更是美国政坛大佬，作为民进党内权势人物，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和影响。如此敏感的政治人物，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抛出窜访计划，格外值得警惕。另外，一旦成行，佩洛西也将是近25年来第一位窜台的美众院议长。1997年，时任众院议长的金里奇曾率领国会议员访问团窜访台湾，受到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的接待。有分析认为，与1997年的情况相比，佩洛西此次窜台计划的性质严重得多，因为当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分别掌控国会和政府，共和党籍的金里奇当时也有故意让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为难的意思，窜访台湾有美国内政因素。但如今民主党控制白宫和国会，佩洛西一旦成行，将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他如果窜访台湾，这种政治上的这种意涵、这种重要性或者说危险性将是非常突出的。原来计划想选择在这个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4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他如果这么做的话，他是非常有明确指向性的，选择在特定的时间点去释放特殊的政治信号。那么在他这种所谓的一中政策的框架之内，那么刻意的去在这种中美3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之间去显示它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移，那么这也是一种去刻意释放出来的一种政治上的一个暗语或者说一种信号。周四，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时，就媒体报道佩洛西将访问台湾表明中方严正立场。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尊重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在台湾问题上却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作为一国政要，如明知故犯窜访台湾，将是对中国主权的恶意挑衅，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将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反应，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实际上，佩洛西或将窜台的消息周四一经发布，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立即用4个严重加以痛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发出2个正告，正告美方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错误言行，我们绝不姑息；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勾结外部势力谋独的任何企图，一切罪行必遭清算。微信公众号补一刀周四发文指，较之1997年那次，美众议长若再去窜访台湾，显然将会面临更坚决、更有力的反制。如果佩洛西敢去，那么针对他本人以及窜访团其他成员的严厉制裁是可以预期的。另外，大陆方面围绕台海的军事手段升级也肯定会有。去年美议员3次窜访台湾，大陆对应的军事行动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接近实战。文章说，台海局势操之在我，大陆对此已有充足底气，我们会毫不含糊地给台独势力以及美国挺独政客划清底线。微信公众号牛弹琴也认为，佩洛西如果真的去台湾，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中方必将做出反应，外交反应、政治反应、军事反应，甚至不排除强烈军事反应。深圳卫视注意到，针对此次佩洛西将窜台的消息，无论是佩洛西一方还是台当局方面，都在打哑谜。周四在回应台媒和美媒质询时，佩洛西办公室都以按照惯例，基于一贯的安全准则为由，拒绝在出访前证实或否认相关消息。台外事部门发言人也不置可否，只是称如有进一步消息，会在适当时候对外说明。有分析认为，佩洛西方面的表态相对谨慎不出意外，因为要避免出现去年1月发生类似
的事件，令自身陷入尴尬。当时特朗普政府先是高调宣布美驻联合国大使将访台的消息，但最后一刻，美国务院却又突然宣布取消所有外访行程，令台当局希望落空。而按照往常经验，台当局在外事方面一定有什么突破，往往都会迫不及待大肆鼓吹一番，但这次也吸取了教训，怕生变，怕招致大陆强烈反应。而双方都低调，也衬托出此访若成行将带来的重大影响。如果美方想要借这样一个事情对中国进行一种挑衅或者进行一种示威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将会面临中方更为强大的这样一个反制。那么到时候在台海地区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紧张和摩擦，那么也将是美方包括台方他们恐怕所始料未及，恐怕也难以承受的。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于本周日访问台湾，却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推迟一事，您怎么看？说实在的，昨天下午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佩洛西在此时访台时机不对，拜登政府的葫芦里面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因为一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拜登政府一直在对中国又拉又打，企图阻止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经贸关系，以及离间中俄关系。二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一直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安抚中国，其典型表现就是他们一直在重复美国的一中政策不会变。而佩洛西在此时窜访台湾，显然跟这两件事情都是有冲突的。到了昨天晚上，终于传出了美方因为佩洛西感染新冠病毒而推迟了行程，这就让我又增加了一层疑问：佩洛西为什么早不感染、晚不感染新冠病毒，偏偏在即将访台前2天，或者说在媒体曝光这个消息之后，才突然感染了？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美方故意为自己寻找的一个下台阶？或者是因为消息提前泄露了而不得不找借口紧急喊停？要知道，最近这些年以来，为了避免中国大陆在事前做出激烈的回应，美方派高官窜访前往往都是秘而不宣，外界只有在其到了台湾之后才知道。那假如美方只是以感染新冠为借口而故意搁置了佩洛西访台一事，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存在着2种可能性。其一是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围绕着俄乌局势的博弈已经是越来越激烈，不排除美方在此时突然放出佩洛西即将访台的消息，是要通过升高台海局势，或者说是打台湾牌，而来敲打，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要敲诈中国，让中国在这么几个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包括一是昨天传出这个消息之前，联合国正就是否将俄罗斯开除出人权理事会而进行辩论，美方想逼迫中国投下赞成票。二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正就是否将俄罗斯剔出 G20， 尤其是是否让普京出席年底的 G20 会议而展开激烈的博弈，美方想逼迫中方做出让步。三是美方想要通过这个激烈的行动来阻止中国对俄罗斯进行所谓的军事援助，以及阻止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假如美方真的是怀有这样的目的，那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使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招数，企图用台湾牌来撬动中俄关系。第二种可能性是，在佩洛西即将访问台湾的消息走漏之后，中国外交部不仅罕见的连用4个严重来批评美方的这个动作，并且透过非公开管道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警告。美方正因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不得不以佩洛西突然感染了新冠病毒为由，取消了行程，为自己寻找了一个下台阶。要知道，据外电报道，去年初准备窜访台湾的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海利克拉夫特，之所以在飞机起飞之后紧急掉头返回，就是因为中方放出了狠话，即假如克拉夫特的乘坐的专机要进入台湾，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将会跟随进入。当然了，要想知道这背后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美方是在玩真的还是在敲诈勒索，佩洛西的访台行程究竟是暂时推迟，还是美方找借口取消了，接下来我们只要密切关注佩洛西会不会真的到访台湾。假如佩洛西要是真的到访台湾，那您认为美方的目的和动机又会是什么？我注意到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纪念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但是今年只是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的第43个年头，既不逢5也不逢10，拜登政府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派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吗？更何况与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国内立法，即使要纪念也应该是在美国国内纪念，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跑到台湾去纪念。其真正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因为最近美方在中俄关系上敲诈中国并不顺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于是一怒之下就准备打台湾牌来报复中国，同时也顺便为蔡英文当局打打气。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岛内民众对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态度普遍感到失望，并认定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方也只会援助武器，而不会直接介入战争。佩洛西的这次访问很大可能是美国府院密切合作的结果，甚至是得到了拜登本人的首肯和指派。除此之外，这件事情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观察视角，那就是为了变相突破一中原则，近年来蔡英文当局一直在企图绕过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敏感的行政系统，直接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系统，也就是议会展开交往。他们打的擦边球就是，立法机关是属于民意机构，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这就是近年来不断有美国、日本国会议员，甚至是欧洲小国，比如捷克的国会议长窜访台湾的原因。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自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发起了全面混合战。为了进一步遏制孤立俄罗斯，美国借助乌克兰布恰事件，带头在联合国对俄发起了打压。联合国大会在周四通过一项由美国提出的决议，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资格。而几乎同时，俄罗斯宣布已经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周四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美国等国提出一项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表决结果为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因超过2/3的成员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由于紧急会议是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参与，其投票结果不受5大常任理事国特殊权力影响，因此俄罗斯无法动用一票否决权对会议草案予以否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联大每年通过不记名投票改选其约1/3成员，任期3年，可连任1次。俄罗斯2020年10月当选人权理事会新一届成员，任期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库兹明在决议通过后发言时表示，俄方认为该决议是不合法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步骤明显是在惩罚一个奉行独立内外政策的联合国主权会员国。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决定自当天起提前终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身份。声明称，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暂停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这是一个非法且出于政治动机的举动。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已被一些国家垄断，他们自称是人权领域的标准，却直接参与或纵容严重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俄罗斯提前终止人权理事会成员身份的决定并不背离俄在人权领域的国际义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表示，俄方对联大暂停俄在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一事表示遗憾，将继续通过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捍卫自身利益。俄罗斯呢，他认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秩序是被西方所操纵的，尤其是被美国所操纵的。那么联合国呢，也是美国的一个工具，所以说，
把他这个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这种决议呢，实际上就是对他单方面的施压。那么与其是这样呢，他用这种提前退群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对于西方这种操纵国际这种国际规则的这样一种这个现状的不满。在表决中，中国投了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前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主张，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缓解乌克兰人道危机的倡议和举措。张军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在人权问题上搞选择性、双重标准和对抗做法，反对借人权问题对别国施压，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问题，将创造新的危险先例，进一步加剧人权领域的对抗，对联合国治理体系产生更大冲击，造成严重后果。这份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也没有按照惯例举行全体会员国磋商，广泛听取意见。在此情况下，急于在联大采取行动，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将加剧会员国分裂，激化当事方矛盾，火上浇油，不利于冲突的降级，更不利于推进和平谈判。俄乌局势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事态的后续发展取决于乌克兰的立场在多大程度上与俄罗斯提出的条件相一致。We do hope that in coming days, in foreseeable future, this operation will reach its goals, or will finish it by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n and Ukrainian delegation.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日也表示，在俄乌第5轮谈判后，为推动谈判进程，俄方减少了在基辅方向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军事活动，但乌方日前提交的与俄协议草案背离伊斯坦布尔会谈确定的条款。乌克兰方面谈而不决，体现了其真实想法是拖延乃至彻底破坏谈判进程。拉夫罗夫说，基辅的表现再次证明，基辅政权被美国及其盟友掌控，美国推动泽连斯基继续战争。虽然佩斯科夫说就是近期内可能会结束战争，但实际上现在结束战争也不只是俄方一方的能够说了算的。我们现在看到这2天这个美国和欧盟的态度都在转变，对于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态都有的更加强硬的这种表态，包括泽连斯基也把自己之前的很多的表态也都推翻了。所以说现在俄罗斯他在这个事态的上面的这种主导权可能还逐渐的在下降，所以说很难说他这个就是俄方一方宣布事态结束了，可能这个事态就真的结束了吗？我觉得还需要这个细致的观察。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方面不断释出类似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正走向失败等未经证实的消息，试图在国际舆论上占据道德高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日前在节目中就披露，有3名美国情报官员亲口承认，即便这些情报可信度极低，但美国仍公布出来，是意图先发制人，抢在俄罗斯之前发动信息战，起到所谓的威慑作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已1月有余，在布恰事件发生后，双方不但战事愈发焦灼，谈判也陷入僵局。外界注意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仍不断在这场危机中拱火，给乌克兰不断提供军援的同时，还试图在舆论上持续压制俄罗斯。近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期节目全面详细揭露了美国是如何在俄乌冲突当中采取舆论攻势来获取最大化利益的。报道称，就在本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站在白宫的讲台前，信誓旦旦地宣读了所谓的更进一步的解密情报，声称俄军从基辅周边的撤出并非是撤退，而是重新进行战略部署。这表明俄罗斯将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发动重大进攻，这可能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斗。报道援引一名熟悉战略的美国政府情报官员的话称，美方此举的目的是先发制人。 That was based on declassified intelligence, but we're also told the intelligence wasn't very clear about what exactly was going on, and they decided to disclose it as a way of deterring
Russia from doing that.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use of declassified intelligence. We've never seen this level of information warfare before from the U.S. government. And what they're doing is they're trying to preempt the Russians. One U.S. official telling you it doesn't even have to be solid intelligence when we talk about it. It's more important to get out ahead of them. Putin specifically, before they do something, it's preventative. 多名美国情报官员也向全国广播公司承认，即便在对于信息准确度把握不高的情况下，美国有时仍利用低可信度的情报作为武器，来起到所谓的威慑作用。比如，拜登此前就在散布俄军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等消息。They're also suggesting that Ukraine has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in Ukraine. That's a clear sign he's considering using both of those.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3名情报官员透露，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向乌克兰附近运送任何化学武器。此外，拜登政府还对外放出风声，宣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失败了。上周，有美国官员告诉记者，根据他们所掌握到的情报显示，普京被其幕僚所误导，这些幕僚不敢告诉普京失败的真相。当天晚些时候，拜登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普京似乎被孤立了。随后他又着不说，但也没有充分证据。He seems to be self-isolated, but I don't want to put too much stock in that at this time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much hard evidence. 情报官员说，有关普京核心集团是否对其撒谎的情况，并非是结论性的，更多是基于分析出来的，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此前散布的有关俄乌冲突的信息，也的确不是全部可靠，甚至其中一些说法实属捏造，目的就是为了让美方赢得一场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美国情报官员们也承认，此前发布过类似误导性信息。同样的伎俩，美国还试图用在中国身上。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欧洲官员和2名美国官员称，此前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寻求潜在军事援助的指控也是缺乏确凿证据的。对此，中方也已作出回应，强调这是美方散布的虚假信息，用心险恶。2名美国官员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拜登政府是想以此警告中国不要这样做。Another example was when they announced that Russia had gone to China to ask for help with getting some weapons. That hasn't come to pass yet. 俄乌冲突起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通过这种舆论的煽动啊，把西方各国的政策都绑在美国对俄政策的战车上面。那么实际上是想削弱俄罗斯这个亚欧大陆这个重要国家的影响力，甚至让俄罗斯变成一个新的乱源啊。那么这个是美国想要得到的战略和政治上的好处。那么经济上的好处现在也能够隐隐浮现了啊。现在欧洲国家被迫的在跟美国谈。要向美国进口更多的油气资源。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美国也曾多次用谎言塑造舆论，制造谎言来发动战争，或者以此来在战争中牟利，是美国的惯用手段。观察指出，批量制造未经证实的假情报，进而操纵舆论，是长久以来美国维持其霸权的选择。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就承认：“我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针对蓬佩奥的此番言论发文指出，事实证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这些可耻可悲的谎言记录，虽然早已粉碎了美国的公信力，但也暴露了其为美国决策者服务的本质，即不顾真相、事实和违背人类良知，继续推行华盛顿的虚伪强权政治，而且将在世界上继续寻求保持美国的不正当霸权地位。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各国情报机构不太一样啊，实际上参与到国内政策、国际政治中，参与的形式是包括不限于向媒体透露某些所谓的不具名的消息啊，甚至去制造某些事件啊等等，就使得他确实有动机，可能从国家的战略需要出发，可能会去煽动舆论，去针对与他有敌对关系或者不友好关系的国家去搞乱对方的这种政治的局面，甚至他有冲动或者有需要去欺骗一下他自己的盟友，使他的盟友能够追随他一时之间的外交政策，或者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
这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经常造假的原因。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最近这些年正在失去它的公信力，饱受全世界的诟病。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乘火车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那管先生，您对此访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一次事先张扬的高调的访问。冯德莱恩行程中他还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走下列车的照片，配以简短推文 "Looking forward to Kyiv"， 期待基辅。那我注意到呢，访问团的成员构成是很不一般的。除了欧盟外交专员博雷利，那么邻国斯洛伐克的总理爱德华·黑格尔也在列。而且呢，黑格尔昨天就已经发推预告了，说将在访问期间商讨向乌克兰提供俄制的防空导弹。当然了，四总理也在强调，前提是确保该国呢能够获得替代导弹。那么这一次访问它的时机同样敏感。昨天欧盟27国刚刚通过禁止俄煤输入4个月的这个最新的加码制裁，北约以及 G7 的外长会也在周四落幕，加上布恰小城平民大规模遇害事件所引发的国际反弹仍然在持续的发酵升级。那么欧盟委员会主席此时率团访问基辅，显然呢是要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政府表达坚定的支持。冯德莱恩一行并不是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在基辅接待的首个外国访问团。那么就在3周之前，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这3国的总理呢，也曾经联袂到访战时的基辅。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上一次访问它更多的是形式意义，是周边国家表达对乌克兰的道义支持。但是呢，此访相信会触及更多的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呢，乌克兰总统此前已经表达要加入欧盟，那么也包括欧盟会继续提供哪些援助等等。我想今天的会谈可能都会涉及到。至于对乌克兰局势的影响评估，我还是延续昨天在节目中的一个判断，布恰事件将会成为乌克兰危机的又一个转折点。那么乌方对于危机、对于军事抵抗的态度和立场已经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比如呢，今天乌克兰副防长在回应央视的记者提问时就明确宣布，寻求加入北约已经写进乌克兰的宪法。那么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事最困难阶段的表态并不一致。泽连斯基此前甚至已经就乌方保持中立松口了，并且呢为此要寻求多国提供安全保证。就在昨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指责乌克兰方面递交的和谈协议文本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这些个动向恐怕都在见证俄乌和谈是将再次陷入停滞，而俄乌战事呢是将会再度拉长。今天日本外务省宣布驱逐俄罗斯8名外交官，那您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特别谈到，暂停俄人权理事会资格创造了危险先例，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联合国成员国投票表决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的资格，包括中国在内的24个国家都投了反对票。这和此前呢2次联大范围就俄乌冲突的投票相比，投反对票的国家这一次可以说是显著上升。当然了，最终的结果还是不利于俄方，俄罗斯代表也宣布退出理事会。赵立坚危险先例的说法，无疑是要就此警告严重的后果和影响，正是俄罗斯总理所警告的俄罗斯30多年来最困难局面的又一个微观呈现。事实上呢，在战场冲突之外，俄罗斯同样面临着压力空前的外交战、金融战、贸易战、能源战、信息战等等等等，甚至在外交战的领域，至少又可分出2条战线：其一是美西方国家的联手出击，其二是类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多边领域或者是多边的机构平台上演的对俄阻击。此前呢，美国财长在国会听证时已经就施压推动 G20 驱逐俄罗斯做出明确表态。日本宣布驱逐8名俄方外交官，意味着日方加入了对俄外交战的西方阵营。那么目前俄方遭多国驱逐的外交官已经接近300名。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美西方的是，所谓危险先例的叠加，无疑是更大的一个对抗危险。那么就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它是有高危临界点的。不要忘了，俄罗斯手中握有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库，能够携载核弹头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也已经在乌克兰上阵轰炸了。
当然呢，那一次匕首亮相，他携载的是常规弹头。日本追随美国战略施压俄罗斯，他呢就更要反复的权衡。毕竟致力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是历任日本首相的外交必答题。岸田文雄他没有这个勇气彻底躺平，拒绝回答。好，谢谢广耀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四，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外界注意到，这通电话显示，中法在俄乌冲突实现停火止战方面具有较大共识。事实上，法国的对俄政策正遭遇欧盟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也是美国不断加码对俄制裁，导致欧盟内部分裂的一个表现。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向全世界挥舞制裁大棒，要求国际社会选边站队。但统计显示，全世界超过40亿人并不买美国的账。王毅和博纳重点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博纳表示，法方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陷入集团政治的逻辑。法方一贯致力于创造和维持和平，正在围绕乌克兰实现中立、获得安全担保等重大问题，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开展沟通。法方高度重视中方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和谈，实现停火，化解危机。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及各国领导人多次通话，全面阐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们同样期待尽早停火止战，恢复和平，并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同时，我们认为各方都应为推进和谈营造必要环境和条件，都要做劝和促谈的助推器，而不是煽风点火的鼓风机。不能一边高呼停火止战，一边又不断运送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引发战事进一步升级。不能一边声称支持对话和谈，一边又无底线实施单边制裁，刺激矛盾进一步激化。中法双方都对乌克兰危机外溢负面影响深感担忧。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随新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法之间在化解乌克兰危机上有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尽快实现停火止战方面有较大共识，这是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这次主动致电中方的主要原因。其实中法在乌克兰危机上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第一个就是法国一直希望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然后反对进行阵营的和集团的对抗，而美国是一直希望把全世界纳入一个意识形态的阵营的对抗。中国是一直反对新冷战，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第二个就是法国是一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缓和乌克兰危机。第三个就是法国是一直希望实现欧洲的战略自主，但是美国一直在对欧洲进行打压，法国对这个是很有不满的。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法国能源以核电为主，因此欧盟对俄实施能源制裁的措施对法国经济影响有限。法国只有20%的进口天然气和13%的进口石油来自俄罗斯。比起德国、奥地利等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国家，法国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将是这些国家经济损失的1/3或1/4。也正因此，法国是欧洲主要工业国中最有底气选择与俄罗斯决裂的国家，但法国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基于该国与欧洲的利益，要求与俄罗斯保持对话，并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持保守态度。但法国的对俄政策日益受到来自欧盟内部的挑战。日前，波兰副总理卡陈斯基就指责法国、德国与俄罗斯走得太近。半岛电视台指出，这显示出俄乌冲突令欧洲裂痕加深，集中体现在主要工业国和东欧国家之间分歧的加大。中国也因为在乌克兰危机中坚持自身立场而遭到美国的抹黑与胁迫。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周三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声称，俄罗斯因对乌克兰的战争而受到制裁，这应该让中国很好的理解，如果向莫斯科提供物质支持可能面临的后果。舍曼还无端将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挂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声称，如果中国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拜登政府将准备动用所有的工具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联邦众议院卢卡斯还提出所谓排除中国法案，碰瓷乌克兰问题，并声称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这个卢卡斯这个法案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提出，没有其他人联署，而且他是共和党议员。
目前来说，民主党基本上不可能让它就是通过。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周二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已经向国会提交，但尚未正式出台的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将强调把向前推进战略作为未来行动的一个支柱，这对威慑中国至关重要。观察指出，美国军政人士密集就对华关系发表负面言论，显然是信息战的一种，意在借对俄制裁来对中国施压。但这种做法显然无效，因为中国的政策底线很明确，尤其是在涉台方面的红线很清晰，一旦触及必遭反击。不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中美相互依存程度远高于美国与俄罗斯，因此美国不会轻易对中国发动同等规模制裁。虽然美国近年来不断拉低单边制裁的门槛，并鼓动盟友选边站队，但美国现在也看到了，很多国家在涉俄政策上都拒绝选边站队，更不要说在对华政策上了。欧洲媒体近日也开始注意到，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美国对俄态度似乎并未被西方舆论想象中那样的被普遍接受。德国《民进周刊》最近发表题为《俄乌冲突，西方误判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文章指出，印度等国在联合国的涉俄乌局势投票中好几次投下弃权票，印度甚至还在3月份向俄罗斯签订了1300万桶原油的订单，并且使用卢布付款。《民进周刊》统计显示，在投票中不赞成美国的国家人口总数超过40亿。这样的结果令西方舆论感到惊讶，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事关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选择。《华尔街日报》也发文称，被美国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的印度，并未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中东、南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也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这显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希望卷入国际地缘政治的纷争。过去几个世纪，西方就是实力是一直在上升，而且在全球进行征服，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西方形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偏见，对东方的偏见，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是看不起非西方的这种文明。另外一个就是西方是特别迷恋那个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但是目前的世界是越来越多极化，在这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美国其实是很难继续横行。我们可以从最近的那个制裁都可以看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国家是不愿意跟随美国，特别是中国、印度这些就是日渐崛起的、日渐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兴国家。